这里是贝塔测评研究院。这期我们总耗资超过6万，带来了352H301、美的R8、小米5 Pro、树新风 T3、树新风 G2 5款热门的空气净化器横测。视频最后我会告诉你谁是真办事，能一击解决所有问题。这5款机型可以简单分成加湿净化和单净化2大阵营。单净化机有小米5 Pro 和树新风 T3，结构差异不大。我们重点来看加湿净化结合的3款产品。美的R8采用加湿净化分体式设计，是连在顶部，滤网在底部，避免水箱潮湿导致的细菌滋生。352H301是加湿净化一体式，加湿和净化不能单独拆解，水箱位于滤网下方。树新风 G2 比较特殊，只能选择单独加湿或者单独净化。为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它们的加湿净化效果，我们花了好几万和巨大的人力物力，为每款空气净化器单独搭建了净化屋。我们在每间屋子内喷洒相同量的甲醛溶液，控制甲醛浓度初始值一致。美的和352开启最大加湿和净化档位，小米和树新风 T3 开启最大净化档位。树新风 G2 不能同时装净化滤网和加湿滤网，所以分开来测加湿和净化效果。从曲线图可以看到，除了树新风 G2，这几款空气净化器的甲醛净化速度都非常快。这可能是因为树新风 G2没有配备专属的除甲醛滤网。美的R8和352H301甚至能在10分钟内净化至0.08毫克每立方米以下的安全数值，加湿表现也丝毫不弱。即便开启最大的加湿档位，净化屋内的镜面依然清晰无误，湿度舒适但不潮湿。接下来看看它们的颗粒物净化实力。所有空气净化器开启到最大净化档位，然后5个净化屋内同时点燃烟雾弹。结果有点出乎我的意料，美的R8率先清空，树新风 T3 和树新风 G2 紧随其后。小米5 Pro 则是和352H301差不多，这可能是因为烟雾弹中含有多种自行气味等多重污染物。为了把实验做得更严谨，我们参考翻阅了多份国标资料。具体的做法是采用自然沉降法采样，在房间里放3个培养皿，打开暴露15分钟后合上，送进培养箱，37度恒温培养48小时，再统计菌落数。结果一看差别就出来了。开了空气净化器之后，美的R8、352H301、树新风 T3 的培养皿几乎是干净排面，小米5 Pro 培养皿上有0星菌落，树新风 G2 的菌落数稍微明显一些，但整体依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。空气净化器买回家主要是在客厅或者卧室使用，这就要考虑风速和噪音这2个问题了。5款空气净化器开启到最大档位，可以看出美的和352的风速更大，这主要是美的和352是单风道，小米和树新风 T3 是双风道。双风道一般只配备2个小风机，单风道的风机更大更强。我们分别测试了最高档和最低档的噪音，5款机器都能在最低档保持低噪运行，约32到36分贝，完全不会增加深夜的环境噪音。不过切到最高档，差距就比较明显了，只有美的R8和树新风的 G2 噪音在60分贝以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已经进入尾声了。看完还是不知道怎么选的朋友，我将各项的数据表现用表格列了出来，对着选就可以了。你会选择加湿净化一体机还是单净化机？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一起聊一聊。我们下期再见。